李珠莹发了一则，她拉着行李箱，大家说，她的 IG 最近增加了中文名字，所以很多人在猜测她要来到台湾了嘛。主要是因为她连那个账号原本她的 ID 名称是英文，她连那个 ID 都改掉了。就李珠莹她有这个传闻说去味全，有一些业界是说味全龙有去跟李珠莹接触，而且是有开价的。那目前她开的价格是目前中职各队里面最高的。尤其如果要来台湾发展，通常会开始学中文，这个就看后续怎么样嘛。我觉得如果有的话，应该就是这1-2个月的时间就会公布了。我觉得李珠莹最大的优势是她的社群经营的非常的好，她的社群是100万级的 IG， 而且互动很强。其实最关键是因为她去年骑雅虎的3正5，就是她在化妆到一半，突然音乐响起来，她开始跳3正5那一段是破10亿的观看，她就是这个东西爆红的，所以她的这个涨粉就是这样涨出来的。而且呢，当时是连韩国演艺圈都在模仿。可是你要知道，她去年就因为爆红，所以她反而是被骑雅虎冷冻，因为他们好像不喜欢啦啦队太出风头。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早上我看到一则新闻李珠莹发了一则，她拉着行李箱，她很轻便，但是那个 IG 不给她留言，然后大家说，她的 IG 最近增加了中文名字，所以很多人在猜测她要来到台湾了嘛。就你这个职棒的资深观察员，你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会不会来？主要是因为她代言一款行李箱啊，只是说她这一次是因为她连那个账号原本她的 ID 名称是英文，她连那个 IG 的 ID 都改掉了。那她这个用意到底是什么？当然，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她换经纪公司啊，那这个经纪公司到底会帮她往什么方向去发展？目前从她这个去年大概9月以后，基本上就连韩国职棒都全部离开了。到底今年他的打算是要往演艺圈发展，还是要参加这种所谓的啦啦队？那目前就还在观察。不过前2天在网络上，中职的球迷有一些传言啦，说是什么李雅英、李多慧、李珠莹3李柱会一起到味全龙。那当然，因为很多人就讲说，因为李雅英她目前在台湾人气很好，可是因为她去年有一些新闻说她已经跟富邦续约，但目前富邦还没有正式的宣布了。但到底有没有不知道，因为至少她在职篮这一块，她是签台啤的电报女那她目前就是这个身份，所以现在李雅英到底会不会跟富邦继续续约？富邦的球迷是一定希望她继续续约的啦。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有一些可能的变化，但到底会不会这3个聚在一起？我觉得如果这3个真的能聚在一起的话，那真的很可怕光是一个李珠莹的话题性就很强了啦。那更何况李雅英她本身目前在台湾她最近都在学台语，她最近一些短影都在跟大家讲说好大啦，然后不醉不归，她都在学这种喝酒的台语。然后其实因为他们常常这些韩籍的经纪公司会帮他们安排上那个沈玉琳哥的节目，对，然后沈玉琳都会教他们一些怪词汇，比如说那时候他带李雅英去金山烤地瓜，然后呢他说因为你们是韩籍啦啦队，所以连那个李雅英都会跟他们 ONG 你要去讲李雅英的形象去做那个沈玉琳的动作就会觉得很好玩。不管怎么样啦，我觉得李珠莹她有这个传闻说去味全龙，是说有一些业界是说味全龙有去跟李珠莹接触，而且是有开价的。那目前他开的价格是目前中职各队里面最高的。那到底是怎么样不知道啦，因为这个都要等各队正式宣布。我觉得李珠莹最大的优势是她的社群经营的非常的好，她的社群是100万级的 IG， 而且互动很强。其实最关键是因为她去年骑雅虎的3正5，就是她在化妆到一半，突然音乐响起来，她开始跳3正5那一段是破10亿的观看，她就是这个东西爆红的，所以她的这个涨粉就是这样涨出来的。而且呢，当时是连韩国演艺圈都在模仿。可是你要知道，她去年就因为爆红，所以她反而是被骑雅虎冷冻，因为他们好像不喜欢啦啦队太出风头。因为李珠莹她有她的个人的规划啦，她到底是想要当艺人，还是想要继续跳啦啦队，这个还不得而知。尤其如果要来台湾发展通常会开始学中文啦，这个就看后续怎么样嘛。我觉得如果有的话，应该就是这1-2个月的时间就会公布了。那这个啦啦队来不来呢？我们当然还是看静待后续。不过台湾有个优势嘛，我们把啦啦队列为某种艺人啊，只是表演的场域不太一样。是最近这几年啦，就是说综艺节目如果有这些啦啦队去上的话，不管是娱乐类、益智类，或者是歌唱、跳舞、谈话，他们都可以，因为好用所以这个在台湾我们对运动啦啦队能走的路比较广。像韩国你要走进所谓正式艺人，比如说女团也好，或者是谐星乃至歌星什么，它的门槛是相对高的，他们会认为说你是啦啦队根本没有资格。在韩国他们是分得很清楚，可是在台湾就不一样，尤其是那个外来的和尚大家就觉得哇，这个就是明星啊。所以你像李多慧，到处你都可以看到李多慧，机车行可以看到，捷运站可以看到。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说那种手摇饮的，然后因为会有那个小龙女的那个真人1:1的看板，说什么会有粉丝要去偷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变成很多的商业活动都以这个啦啦队为核心啦。所以尾牙超级多公司都邀他们，比如说鸿海也邀林湘李多慧。你看就是这些工程师可能他们也会觉得说哇，那个啦啦队来，然后整团的像李雅英也已经跑了好几场的尾牙活动了，这都
不是坏事啦，就是说在台湾我们对这样的乐观其成，它就是一个商业活动。那相对来讲，我觉得也可以开始讨论说，这些球员也好或啦啦队也罢，在球场上面的真正的表现要回归到它的这个本质啦。比如说啦啦队它的感染力，其实啦啦队最重要是感染力，就是让球迷觉得在现场是能够参与感的啦。这个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争论过说啦啦队不是艺人，但是我就说不会在台湾啦啦队是艺人。后来这件事情我就在我的频道聊天的时候我就在聊，然后就有观众在聊天室里面他就很明确的表达他的意见，他说那只有台湾才会这样做，日本跟韩国不会这样做，他就很不认同。我觉得关键是因为我们的市场需求啦，毕竟我觉得这个都是鱼帮水水帮鱼，像比如说台湾的啦啦队也会去日本应援，这种交流都会很多。像我们的那个壮壮他也到韩国去，开始慢慢的各自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交流的时候，文化就会互相影响。关键还是在于说各个国家的演艺圈的文化啦，只是说机会多或少而已。台湾算是很高啦，因为我觉得这个也跟台湾这里的演艺圈比较空心化的状况。我就问一个最简单的嘛，你一年出新专辑的歌手能有多少人？你结果你在台湾现在的演艺圈的新闻，纯台湾的几乎想不出来，几乎都是演唱会，尤其歌坛几乎都是演唱会。那电影圈，我就问一年你会看几部国片？就是我们的娱乐产业相对来讲，就是说啦啦队已经变成是其中一款。像韩国一年出产的电影，哇，这个是上百部啊，然后而且是可以外销到各地的。他们还可以跟 Netflix 合作。韩国的商业电影已经势成一格了啦。其实话说回来，就是说韩国的啦啦队到台湾这么有竞争力，某种程度也是因为韩国演艺圈其实已经是高强度竞争，连它的那个娱乐产业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而且竞争度很高强度的，而且这个市场足以支撑这个产业，而且还可以外销到日本，然后台湾，甚至包括到大陆，华人圈，奥斯卡都拿过。如果是唱歌的艺人的话，那更厉害。对啊，你说 K-pop 都已经格莱美啊 ，K-pop 连那个拜登都要找他们那个 BTS 去白宫，所以韩国的娱乐产业他们已经是世界级的了。相对来讲，我觉得他们的对艺人的需求，他们都会要求的规格是很高的。是，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就是说台湾的娱乐的这个转向，其实在啦啦队的这个进军到演艺圈，或者是演艺圈跟啦啦队不分这个状况，它其实是呈现了一些现象。但换个角度，我们的政坛也很演艺圈，戏剧性很强啊。对，最近这个政坛非常演艺圈哦。最后你预测一下，今年开季还有多少韩团、韩国啦啦队？主要关注是不是给大家盘点一下？今年很多去年有的，比如南敏珍啊，赵娟州啊，然后这个李雅英啊、李多惠啊，就是这些就是原本就在的边和律、李丹飞、安之轩、命狗，就是这些都基本上地位都蛮稳固的。新来的就是像比如富邦有那个什么金杜尔，那目前他是在职篮，那会不会到职棒还不知道。就是最近都陆续都在先在职篮登场，感觉李多惠试验成功之后，真的台湾人对韩国啦啦队接受度大爆高。其实关键还是在于说他来愿不愿意认真经营。那我们祝愿所有的韩国啦啦队可以发展更好，那也希望台湾的艺人也加油加油。这个让更多人看见台湾艺人哈。